今天开箱的是联想拯救者 Y7P 2024款 i7-14650HX 4050显卡，具体配置如下：日常零售价为7799元。联想的机器一般不要谈首发价，没有什么参考的意义。整个机器只有这一个风口，想要翻新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。A 面为磨砂手感的金属材质，质感还是可以的。边缘为三边窄边框，下巴约为1指半，顶部有一个凸起，稍微有一点丑。C 面全尺寸键盘，方向键是大的，手感还可以。但是 C 面的硬塑料触感比较廉价，连触痕都没有。触控板也是松松垮垮的。触控板的左右缝隙明显不一致，这个工艺还有待提高啊。屏幕最高支持180度开合。机身左侧一个 U 口，一个 Type-C 接口，两个 Type-C 接口，全功能 Type-C， 然后这个支持充电，一个耳机耳麦接口。机身右侧网口、摄像头、恢复按钮，这里还有一个 TF 卡槽加两个 U 口。背面一个充电接口，一个 HDMI 接口，然后这个条子出风口这个条它给了一个蓝颜色的，可以换，但是蓝颜色的大家尽量不要用吧，有点太山寨了，不如这条黑的好看。低壳这个塑料就更廉价了，完全没有手感也没有质感。这个屏幕边上，屏幕是不到这个 C 壳的任何一个边的啊，它是缩在里面一块，看从任何地方没有办法下手，你只有从屏幕这个正面才可以打开它，其他地方你没办法把屏幕扣起来的。机身长度 35.9 厘米，上下高度26厘米，不包含脚垫，机身最厚的地方 25.9 毫米，包含脚垫约为 30.2 毫米，这个机器的厚度还是比较离谱的啊。裸机2390克，重量还可以，电源适配器940克，旅行动量3330克，电源适配器230瓦，意味着整机功率不会太高。第一次不插电源它不能开机的，现在插上电源就可以开机了。先把主板 BIOS 升级成官方最新版的 21WW。性能模式有3种：安静、均衡、野兽，还有一个自定义。显示模式也有2种：智能显示模式和独显智联模式。整个测试过程我们放在独显智联和野兽模式上进行运行。所有驱动更新为官方最新版。处理器 i7-14650HX 8个性能核、8个能效核，16核心24线程，最高 5.2G， 缓存30兆。内置英特尔游戏加速器 APU。CPU 性能方面Cinebench R23 单核跑了2轮，第一次1666，第二次1549，跑分非常低。重置系统以后Cinebench R23跑了多轮，单核性能最高1617，以它为参考。与惠普光影精灵10相比，同样的处理器单核性能弱 18%， 多核性能仅提升 4%。与上一代的魔霸新锐 i7-13650HX 相比，单核性能弱 15%， 多核性能提升 8%。测试结果一言难尽，恐怕今年这台机器很多 UP 主都会选择性跳过。同时搞了2台联想拯救者 Y7P 来跑Cinebench R23，这样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吧？左边这台新拆的机器跑了1646分，右边这台跑了1566分，所以它基本上还是这个水平。4050显卡颗粒来自三星，参数140瓦，实际上单烤116瓦左右，虚标严重。与光影精灵10的4050显卡跑分相比，分别弱 5%、10%、7%， 与天选4的4050显卡分别弱 1%、7%、4%。不论从 CPU 性能还是显卡性能来看，拯救者 Y7P 都属于同级别最差的游戏本。我相信联想不是做不好游戏本，毕竟玩跑分一直都是它最拿手的。以前的联想拯救者属于游戏本里的金字招牌，同价位的可以闭着眼睛入。从去年开始 Y7P 和 G5000 系列烂的连天选和光影都打不过，这是我属实没有想到的。内存是美光 DDR5 16G， 屏幕是华星光电 16.1 英寸 2560×1600 分辨率，165赫兹刷新率，16:10的屏幕，100% sRGB 色域，最高亮度342尼特，属于够用级别。这硬盘也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，一大堆英文字母在上面，速度倒是还行。1TB 的这个无线网卡更是无耻，用的是 8852CE WiFi 6E 的小螃蟹，鲁大是2020版，跑分165万，仅供参考。单烤现在进行了30分钟，室内的温度是 20.7 度， CPU 功率100瓦，性能核这边最高 1.42G， 能效核最高 1.22G， 频率显示的不正常。系统内的有效核心是 3.48G， CPU 的封装温度81度，核心温度是72度，所以难怪这台机器跑分它跑不起来，
这是有原因的啊，核心跑得太低了，要么就是调度没做好，要么就是优化没来得及。单上网已经进行了70分钟，现在 CPU 功率 54.7 瓦，性能核 1.0G 左右，能效核 0.88G 左右，功率不稳定，这边有一个起伏。然后核心温度是70度，封装温度74度。现在这里 CPU 莫名其妙又跑高功率了，突然跑到90几瓦，然后随后慢慢再降到50几瓦，这个功率表现不稳定啊，真的。显卡这边几乎稳定在100瓦、110瓦左右，有时候它也会掉到70、80瓦，像现在80几瓦，有时候会跳到110几瓦，稳定在110瓦左右，现在又是100瓦、115瓦，不停的来回波动。然后这边显卡频率2535，温度是67度、70度，在不停的变化。等于说它整个双考过程中，它 CPU 也稳定不了，它显卡也稳定不了。游戏表现上，不论是 2.5K 还是 1080P 画质下，即便有上一代天选四 i5 4050显卡版本衬托，联想拯救者 Y7000P 依旧是全面垫底的那一个。新款竟然不如老款，这不是升级，这是倒退。跟今年新的光影精灵10差距就更大了，有些游戏已经差到了10多帧。对比去年的 Y7000P 表现来看，这好像也是正常的，只是我没有想到今年更拉垮。永劫无间 2.5K 分辨率 FPS 无限制 DLSS 超级性能，整体特效极高。游戏里的 FPS 约为120帧、113帧左右， CPU 温度80度， 4.2G 性能核， 77瓦，2550的频率，显卡72瓦左右。青少年是在无尽的痛苦中颤抖。向外可扫敌。来，还有一个呢。哎呀，我去！特效不变，更改为1920x1080的分辨率，然后你会发现画面模糊的很，并且帧数上并没有什么提升。所以这个游戏如果你是2K 的屏，那你就用2K 的屏玩吧，你不要切换到 1080P 玩。Go 2560x1600分辨率，整体特效非常高。哎，他们都跑了不等我。游戏里的 FPS 约为120帧左右，这是单人模式。配对的是机器人啊，比较有稳定性一些，或者是准确性一些。绝地求生 2.5K 分辨率，然后这里特效全部超高，渲染比例100%，游戏里的 FPS 等待区约为90帧左右，游戏里的 FPS 约为80帧左右， CPU 温度71度，性能核 4.2G、3.5G 在不停的波动，功率55瓦左右，显卡这边65度81瓦，显卡功率跑得稍微高一些，2550的频率。显存已经吃满了。哎，这个人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见他？野外的 FPS 只有70帧左右，帧数是比较低的。1080P 的话应该会好一些，2.5K 稍微对绝地求生有点吃力了。现在只有60几帧，这样玩的话没办法玩的，不会很流畅。切换成3级制的特效，其他不变 ，FPS 达到了130几帧、140帧左右，这样的话比较好一些。你要切换成 1080P 就不要切换了啊，它会画面很模糊的，因为它不是原生的 1080P 的屏幕。1、2、3条贯穿的热管，一条小热管，然后这边是2个风扇，硬盘位这里有一个，
这个硬盘居然是小的，这个1年的 1TB 的内存条是 16G DDR5 5600频率的，单根 16G， 这里是好评。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的游戏帧数跑不过其他品牌，因为它是单通道的，它不是双通道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知识，单根 16G 的内存比2根 8G 的要便宜100块钱左右的成本，所以这点也是一个小机灵鬼。内存条硬盘多有这个散热贴，好评。无线网卡在这个第二硬盘位的旁边，电池是80瓦时的。后面这里的这个出风口它是假的，实际上出风只有这2个地方。这台机器看得到的地方它没有给你缩，你看不到的地方它给你缩了不少。2个扬声器在两侧连螺丝都没有固定，有点松松垮垮的啊。这台联想拯救者 Y7000P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应缩尽缩，机身材质的硬塑料感连最基本的涂层都给省了。英特尔版本居然用的是瑞昱的无线网卡，触控板触感很拉垮。为了节约成本换成了单根 DDR5 16G 内存，但是对游戏帧数影响比较大， CPU 跑分一塌糊涂，显卡跑分依旧一塌糊涂，甚至不如去年的天选4和今年的光影10。单靠 CPU 100瓦，单靠显卡120瓦不到，根本达不到官方宣传的140瓦。双靠55瓦加110瓦，而且不能稳定， CPU 和显卡不停的抢功率。好在4050对显卡的功率要求并不高，70瓦已经足够发挥全部性能。玩网游是因为天生的帧数波动性比较大，你不容易察觉出它的帧数低。不过如果主玩大型单机游戏就会非常明显。如果只是6000多的售价，我觉得也能忍，但是接近8000多的售价多多少少有些智商税了。这个价位可以买到绝大多数一线品牌4060版本的游戏本了，哪怕是去年的其他品牌4060版本，现在也就7000多，怎么的不比这玩意强多了。